养长寿花用4招避暑降温，夏天照样旺盛生长，入秋开花爆满盆。进入夏天以后，气温是越来越高，家里的长寿花也都已经结束了花期。很多花友在长寿花开完花以后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养护，因为这种景天科多肉植物非常怕过夏天，稍微养护不当就容易出现烂根枯萎的现象。虽然长寿花比较怕高温和炎热的天气，但是只要养护好了，还是很容易过夏天的，让它秋天多去生长花苞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酷暑来了，长寿花也热得受不了了。花友们赶紧用这几招来给长寿花避暑降温，保证长寿花安全度夏，夏天照样旺盛生长，秋天开花不耽误。特别是第3招，操作不难，但却非常重要。1. 蒸着补水。长寿花度夏易黑腐，是因为长寿花的茎叶肉质在过度潮湿的环境中易腐化水。如果再碰上高温天、高温高湿的环境，就很容易引发真菌感染，造成长寿花黑腐烂根。所以，想让长寿花安全度夏的关键，就是要控制好水分和湿度。虽说要控水，但是也不能一点水都不给长寿花，这会让长寿花在夏天渴死的。既要控制水分，又不能让长寿花口渴，那不如来给长寿花蒸着补水吧。第1个方法，花友们可以找来等高的小木条，将长寿花架起，或是直接用蒸架。在蒸架下方放一个托盘加满水，利用水汽蒸发，长寿花就能从盆底小孔中得到水分补充，又不会造成养护环境过于潮湿。第2个方法，浸盆法。把长寿花放到装好水的托盘中，浸泡3至5分钟左右就可以取出了。这样能让长寿花从底部吸水，根部得到水分补充，又能避免盆土表面过潮，造成长寿花与盆土表面接触的肉质茎出现水伤腐烂的情况。很多夏天出现烂根的长寿花，就是因为不停地去浇水，使盆土长期呈湿润状态，就会对根系造成损伤，严重的会出现根系腐烂，最后整株枯萎掉。2. 抓准修剪时机。很多花友的长寿花早早的就已经开完花了，但是也一直没有去给它进行修剪，这样开败的残花还会继续消耗营养，影响新枝的生长，使新生枝条长得细小瘦长，这样的枝条也不容易去孕育花苞。其实不管是开花早还是开花比较晚的长寿花，只要开完花就要尽快去进行修剪整形。长寿花度夏时尽量不修剪，一是避免修剪时产生伤口，给真菌感染留下机会；二是多留一些枝叶，能为植株起到很好的散热降温的作用。所以在长寿花的春花开败后，花友们修剪残花时，可以顺便修剪过密枝叶，减少养分消耗，提高植物通风性，为长寿花顺利度夏做好准备。之后就可以不再进行任何修剪了。那什么时候来给长寿花进行促花修剪呢？花友们就要抓准夏末秋初这个关键时机了。一般从北至南，可以从8月下旬开始进行逐步修剪。长寿花修剪比较简单，主要是去除掉开败萎蔫的花朵，把植株长出来的瘦小枝条剪掉，而那些长得又高又长的枝条，可以全部把它截短一点，后期植株还能再次去生长新的枝条。花后的修剪主要是去除多余的枝条，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增加枝叶间的通风透光性，这样不仅能让植株更容易安全度夏，秋天还能多去生长健壮的枝条，并多在枝头上生长花苞，同时消除顶端优势，给新枝花芽萌发腾出位置。当长寿花蹭蹭长出新叶后，再配合追施高磷钾促花型的有机营养液，保持2周1次的追肥频率，长寿花吸收到充足的营养，就会蹭蹭长新叶，呼呼就开花，秋天爆花一点都不耽误。3. 位置要放对。夏天天气热，太阳毒辣，正确的避暑姿势当然是在凉爽的地方待着啦。长寿花有在夏天休眠的生长习性，它是喜阳光的植物，多见阳光能让枝条长得更健壮，在孕蕾开花期间多接受光照，能让它多去长花苞开花。而进入夏天以后，植株在高温环境中已经不再生长，进入到休眠状态，这个时候若是继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叶子就容易被晒伤，出现萎蔫干枯的现象。
北阳台、院子的树荫下都是放置长寿花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不方便移动长寿花，花友们可以给它拉个雨棚，遮阳避雨。在夏天养护长寿花，一定不能放在阳光下暴晒了。温度达到30度以上时，就要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或者有散射光照的地方，以防止植株被晒伤，出现叶子变软、萎靡不振的样子。只要放置的位置、养护的环境不出错，长寿花就能顺利度夏，秋天砰砰爆花。4. 休眠期别施肥。很多花友的长寿花开完花时，已经进入到炎热的夏天，原本打算开完花后去给它施肥的，那么热的天气再去施肥，可能会对植株造成伤害。如果家里的长寿花现在才开完花，只修剪一下杂乱枝条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气温都在32摄氏度以上，长寿花进入到休眠状态，也已经不再生长了，此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。如果再去给它施肥，植株也不能正常吸收，还容易产生肥害。施肥可以等到秋天，植株从休眠状态苏醒，开始生长时，再去给它浇一些稀薄的肥水，就能让它快速生长了。总结，在酷暑季节，我们应该寻找合适的浇水时机，定期修剪，注意遮阴避阳，不要在休眠期给长寿花施肥，注意其养护，为秋天砰砰爆花打下基础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